听到这段单纯以蜡组合而成的开头，我想部分观众的心里已经有说不完的感触涌上心头。无论是《色的公演》的初次登台，又或者是近期在游戏内重新上架的试听版本，杰华的 Plastic Umbrella 对许多闪耀色彩的玩家来说，绝对是一首令内心五味杂陈却又百听不厌的个人曲。我想也是因为真的很在意，所以尽管稀有的版本目前只有试听的长度，有些人就急得因为诠释的方式和原本的有所出入，因此愤而表示他毁了这首歌。如标题所写的，讨论新旧歌曲的差异并不是今天的主要内容。Plastic Umbrella 引人沉醉其中的魅力，演唱者所占的因素固然重要，但倘若没有歌词和杰华本身环环相扣的深刻连接，我想也不会连不是杰华皮的玩家都一听就留下印象。大家好，我是 Skimmer。歌曲彩蛋解析系列在事隔几个月的今天，要随着这支解读 Plastic Umbrella 的影片，正式回归到频道的出品清单了。这次将会解析歌词对应到杰华的角色经历，以及最后再稍微聊聊关于前后版本不同的一些个人见解。到底这首以塑胶伞命名的个人曲是怎么传承的用一首歌的智慧，描摹出足以代表杰华的意象呢？包含了第一次跟制作人的相遇，众多杰华情感出现变化的场景，恰巧都会下起强度不一的阵雨，被戏称让湿度上升的女人正是因此而来。情绪的波动仿佛下雨似的表现，由此回推个人全用防止自己被雨滴打湿的伞去命名。为了不被不想要的情绪沾染，所以撑起了保护伞，这样的意境就不言而喻了。歌词的头两句，头疼的止痛失效了，今晚也会下起骤雨吧。以科学的角度来说，单纯的止低掐会给人身体不适，这当然是说得通的。但假如用上述的情绪下理论去解释，除了在说明情绪的阵雨即将来临时，杰华会感到头痛而有所察觉之外，特别使用咒语的用意，可能也是为了强调突如其来的性质。又或者说，从杰华在 PSSR 那伊克尔和阿美尼许克夫克分别因为制作人无意间在两人独处的情境下，突然说他不像是一直以来的杰华，以及得知尽全力想要试镜成功，有别于过去形象的演出遭到落选。两者带给杰华的动摇和失落，犹如咒语一般防不胜防。同时，我们从当时杰华虽然也短暂的陷入不知所措，却也立刻调整回来的反应。不正像极了出门在外的时候突然下了场雨，赶紧拿出预备好的伞，避免自己完全淋湿吗？紧接在后唱到无数来来往往的人群，这里用了4次人的汉字，不禁令人想到伞这个字的构成，正好是4个人躲在一个更大的人下面，也呈现出撑起这张伞的杰华望着来往的人群。反正都是要丢弃的东西，明明已经都锈蚀了，为什么双手却仍然紧紧握住，不愿意放开？直球切入杰华内心症结点的描写，我认为这一段对应的对象是指闪耀P。从 Support SSR 尼基亚卡永久函的剧情可以发现，纵使杰华和安迪卡的相处不能说完全卸下了所有防备，但相比和闪耀P之间那种游走在若即若离的复杂情感，防备团员嫌弃自己兴趣的担心就显得不值一提。杰华自从在 PSSR 那一刻认知到两人的关系会因为对方的一句话而轻易改变，往后的剧情中都会有意无意试探彼此的界限。譬如 PSSR 库拉的时候戏谑地告诉制作人，他的个性很麻烦，这点杰华是有自知之明。那个锈蚀到本来打算丢弃，如今却紧握到不愿放开的存在，我认为是指展现那张平时撑起人际关系的保护伞下，杰华真正的心意和个性的意愿。尤其是像闪耀P这样关系紧密却不能轻易越线的异性，什么是可以表露的，什么是只能埋藏于心底的？我不认为杰华会因为闪耀P的出现而失去判断的能力，只是这个男人对他越来越深层的了解，让他害怕有天自己会一不小心就情不自禁，下意识地把表达真实的自己的意愿过得越来越紧。
想要一个圆，对吧？圆才是正确的吧？我不想踏出那个圆。这里的圆形直觉想到的是伞的形状，然而从杰华的心理层面去思考的话，3个圆也可以是各自对应需求、判断和距离感。想要一个圆对照的是杰华需要一个保护自己的安全范围，认为圆才是正确的，像是在进一步说服自己对这方面的需求。不想踏出那个圆，则在强化表达维持距离的意志。同时，这样的距离为何是杰华想要的？其中之一的理由，我们也能从接下来的歌词得知：将我的表情、本来的个性全部隐藏起来。迈入情绪反弹的第一次副歌之前，杰华更强烈的主张要把自己的表情和本性全都以遮盖的方式隐藏起来。这张不让情绪的大雨淋湿自己而撑起的伞，也是为了拉开和他人一定的距离，好让杰华不想被看见的自我，以及一看就会露馅的表情不会被周遭察觉。看到这，或许很多人会心想，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存在舒适的距离感，就算亲如家人，也有必须尊重的空间。杰华的要求顶多就是写实，不过并无特别之处。但接下来副歌开头的歌词，马上再次刻画杰华那自认麻烦不已的个性。拜托有人找到我，拜托谁都不要靠近我。想要别人发现他，又强烈不希望对方接近自己，任性到似乎矛盾的自白，事实上写实又具体地描摹了杰华在个性上的复杂。对杰华普遍的形象有所认知的观众，都明白这个女孩绝非性格孤僻，相反的善于察言观色的特质。杰华不论是否和安迪卡或制作人相处，都能将她缓和彼此关系，促成友善气氛的不遗余力。这当然是杰华温柔和善解人意的表现，只不过令她选择这样付出的动力，包含了自己也害怕孤独的成分在。纵使想要能保护自己的舒适距离，不代表我拒绝和别人交好，甚至是伸出援手。这是前半句想要表达的意涵。至于后半句不希望别人靠近，当然也不是说对方走得越远越好，而是一旦亲密的关系超出了杰华预设的安全距离，有被平常软弱和敏感的一面，他十分抗拒会暴露出来。现实中的每一种关系，即使再怎么亲密，都需要留有隐私的空间。杰华身上麻烦的性格，无非是隐私和安全感的一种写照。在塑胶伞的外头，夜色逐渐模糊，从伞中看出去的视线，夜景越来越看不清楚。是什么模糊了杰华的视线呢？我想，不论是雨水还是泪水，都是合理的答案吧。从倾落的声音，将我从世界之间分离。待在塑胶伞之中，跳动是疼痛的。看来不单是开始模糊的夜色，雨声也将杰华暂时抽离这个世界。视线和听觉的确是带给了他抽离感，然而待在似乎隔绝来自世界所有影响的这张保护伞下，杰华仍然感受到因为跳动带来的疼痛。这里的跳动同样有不少的正解候补。对我来说，心情尚未平复而激烈弹动的心跳，应该是心目中最接近的答案。表现着好孩子的模样，暂且的没办法撒手放弃。对于遭到弃之不顾，真的非常害怕，像是在承接刚结束的副歌。歌词诉说无法放弃，表现出模范水准的好孩子，源自害怕如果用原本的个性面对这个世界，结果遭到冷落和排挤的风险。明白自己的本性或许会被嫌弃，因此选择一个容易被接受的面貌示人。不仅补述了杰华平时的形象从何而来，间接证明了他与东子之间十分相似的人生经历。想要有人能明白，但又不想太明白，还是不明白好了。乍看之下已经变得有些莫名其妙的思绪。综合上一段的主歌用圆去比喻杰华怎么看待人际关系的保护伞，这里安排用形式类似的3段歌词，去表现杰华对于期待别人理解自己的程度，并且是用主张先后顺序的形式。
起初杰华还是想被人了解的，但或许是实际社交来往之后，意识到自己有明确想留住的隐私，最后因为拿捏界限处理起来太过复杂，所以果断回归那顶安全的保护伞之下。在杰华的 landing point 就有从回忆看到，初中的时候本来共同拥有宅兴趣的朋友，因为对方不想再宅下去而话题碰壁的场景。也许就是类似的经验，不是第一次在杰华的生命中出现，使得他如今也有些逼不得已，才替自己画出安全社交范围。浑身湿透的模样，却还是得前进，办不到啊！说实在的，如果已知伞是杰华用来避免他淋湿在情绪的滂沱大雨之中，那以浑身湿透的模样前进，指的无非是自己处于不想面对的情绪中，以显露本性的状态去面对他人。这对杰华来说是极度想要避免的。不与人发生碰撞，我探索出了缝隙，在塑胶伞的外头，目标又在何方呢？前者是杰华为人熟知的圆滑处事，能够不和人起冲突的穿梭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之间；后者则在吐露杰华内心对此仍然有所迷惘。可能这个女孩的确找到安全并舒适的社交距离去面对人群，但从这张保护伞下看出去的世界，杰华找不到自己的心之所向。源源不绝于耳，毫不停歇的白噪音，听着塑胶伞之外城市中的喧闹，同样是描述杰华躲在保护伞下，依靠听觉去感受流连在四周的喧闹。现实中的白噪音是频率和高音有一定规律的声音，而讲到城市之中的白噪音，播放于各种场合的不同音乐是很接近的存在，当然也包括偶像音乐。谈到跟杰华有关的乐曲，扣除掉 Plastic Umbrella， 第一个联想到的自然是安提卡的团体歌曲。有鉴于歌词上并没有提到杰华对这样的喧闹感到排斥，我认为也是他对于置身于安提卡所感受到的纷纷攘攘，打从心底并不讨厌的最好佐证。拜托有人找到我，不与人发生碰撞，我探索出了缝隙，在塑胶伞的外头，乌云密布的天空。已经唱过的歌词，但是经由加强的语气和合并在一起的组合，象征性的暗示整首歌即将迎来结束。只不过在休止符来临之前，杰华还要高歌还没传唱完的心意，除了再次表达想被别人多少察觉的本性，以及在不与人发生摩擦的情况下，找到缝隙般的处事之道。杰华发现伞外的世界并不是下着无止境的雨，即便乌云密布的天气随时下起雨来并不稀奇，但这也不代表是一次很好合上雨伞的契机吗？全部的一切已经胜出，从世界也从现在。合上塑胶伞，睁开紧闭的双眼，曾经撑开保护自己不受影响的那张伞，事到如今终于被来自外在世界的存在渗入。然而杰华却反常的不去排斥，甚至进一步打算收伞并张开双眼。是什么改变了他重拾尝试以私下的面貌去和周遭相处的勇气呢？这个没有给出正确答案的谜底，站在杰华的立场去思考的话，这4年多以来在283事务所遇上的经历，以及反馈给他所呈现出的改变，制作人跟安迪卡令他心生依赖与安心，是我认知中杰华愿意提起勇气的最大原因。乌云密布的天空，好比是说制作人和安迪卡对杰华而言，仍然存有随时令杰华不得不再次撑伞来保护自己的可能性。不过相较那些无时无刻得警惕的社交气象，这2个存在至少让杰华看到了收伞也无需担忧淋湿的机会。尾声的歌词虽然回归了开头的头疼的止痛失效了，今晚也会下起骤雨吧，无数来来往往的人群。不过此时此刻的杰华早已不是孤身一人在躲雨，犹如伞这个字是由4个人和最上面的大人构成，和安迪卡的成员待在一起，并在制作人或 Center 恋中的保护下躲开淋湿的命运，才是如今最令杰华安心的那张伞吧。我对于 Plastic Umbrella 的歌词解读，有些人或许感同身受，一定也有反对者颇有微词。譬如将杰华对安迪卡的情感牵连进来，
把整首歌硬是从杰华自述脆弱和纠结的一面，画蛇添足的解释成他最后想要改变。确实，这首歌初公开的时候是对应个人篇章挂而推出角色歌，那么就算杰华的 solo 曲有提到不是自己的存在，出现在挂的闪耀 P 相对可能性较高。但由于制作歌曲解读的影片，真正去深入诠释歌词的一字一句时，早已是 Landing Point 公开，并推出稀有去诠释的版本了。两个版本往后会以现状继续共存，但作为三丰杰华代表性的一部分，稀有的诠释终究会树立起标杆。那有观众可能会进一步问我 ，Skim 你对歌词的解析，怎么能用声优更换之后演绎上的不同，去搪塞成合理化自己立场的借口？倘若有类似的疑问，那你可能还没实际去比较塑胶伞前后版本的差异。声音跟语气的诠释也好，演唱时放入的情感也罢，陈海着重在表达杰华的纠结，必须藉由反复拉扯才能化开的情绪。稀有则专注于呈现杰华已经成为过来人，谈起往事仍然会隐隐作痛，却也不失平静的娓娓道来。当然，正式的完全版尚未公开，所以我只能从试听版本去比较两者的差异。但是，就像起初我们在游戏内第一次听到杰华的新声音，也不是所有的语音都更新完毕，就能明显感受到稀有把杰华的声音掌握的惟妙惟肖又不失自己的风格。在稀有认识杰华的时间点，以他对这个女孩的理解，这样的诠释就是最问心无愧的表态了。我想也是稀有如何解读杰华最直接的答案了。此外，既然提到完整版，纵使我明白做出负面甚至激烈批评的玩家，应该爱之深责之切人居多。然而，完整版和现场版公开之前，过早的判断绝对是有失公正。只希望我们能尽快听到稀有是怎么有头有尾的表演这首歌。以他在 Force Live 拿出的实力，个人是真的很期待到时候的演出。我是 Skim， 感谢你看到最后，来聊聊 Plastic Umbrella 的事。要我挑出一首无关对角色的偏爱，也有自信让人一听就喜欢上的闪耀色彩歌曲，杰华的塑胶伞绝对是上选之一。而将伞跟雨作为歌词的主题，发挥的淋漓尽致去贴切的侧写杰华，大概就是一言以蔽之的理由了。那就下支影片见喽。